514节，1970年2月9日星期一晚上9点35分。既然我们体认到我们的本体并不依赖形象，所以我们自然不怕改变它，而且知道我们能采用任何我们想要的形象。我们不知你们所谓的死亡，我们的存在带我们到许多其他的环境，而我们与之混合。我们遵循在这些环境中所存在的法则，我们在这儿的人全是教师，因此我们也调整我们的方法，以使对实相具有不同观念的人都能了解他们。意识不依赖形象，如我前面说过的，但它却总在想办法创造形象。我们不生存在你们所知的任何时间架构之内，分秒、钟点和年月已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和魔力。不过，我们对其他系统内的时间情况十分清楚，而我们的通讯中也必须予以考虑，否则我们所说的不会被了解。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分隔我所说的那些系统，唯一的分隔是由于人对感知与操纵具有不同的能力所引起的。例如，你存在于许多其他的实相系统里，但却不感知它们，甚至当某个事件由这些系统侵入你自己三次元的存在时，你也不能诠释它，因为光是进入这件事实就已扭曲了它。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感受你们的时间顺序，我们只游历过不同的强度。我们的工作、发展与经验全发生在我所谓的顺点内。此地在顺点内，最微细的思想已有了结果，最微不足道的可能性已被探索，彻底地检查过所有的可能性，最弱或最强的感受都照应到了。这很难解释清楚，但顺点即我们的心理经验在其内发生的那个架构。在其中，同时的行动按照联想的模式彼此自由地相随。举例来说，假装我想到了你，约瑟，而当我如此做时，我立刻便完全感受到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所有曾主宰过你的强烈或决定性的情感与动机。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能与你一起同游过那些经验。例如，用你们的话来说，在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能跟随一个意识经历它所有的形式。面对如此经常不断的刺激，一个本体必须学习、发展与体验，才能稳住他自己。我们中有许多人迷失了，甚至忘了我们是谁，直到我们自己再一次的觉醒。现在对我们而言，这多已变成自动的了。在意识无穷尽的变化里，我们仍知觉到存在着的全部人格库存的一小部分。我们所谓的休假，是去拜访十分简单的生命形态，并与之混合。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沉溺于松弛与睡眠，因为我们能花上1世纪当一棵树，或作为另一实相中的一个不复杂的生命形态。我们以简单的生存之乐来使我们的意识欢喜。你明白，我们可以创造出我们生长于其中的树林。不过，通常我们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及新的挑战上。我们随时可由我们自己心里的整体造出其他的人。不过，这些人此后必须用他们天赋的创造能力，凭他们各自的本事去发展。他们可以自由地走他们自己的路，不过我们不轻易这样做。每位读者都是他自己本体的一部分，并且是正朝着我现在同样的存在状况发展。每个人在儿时与在梦境里，对属于他自己本体的内在意识的真正自由，都多少有所知觉。因此之故，我所说的这些个能力，是整体意识与每个人本自具足的特性。
如我告诉你们的，我的环境不断在变化，但你们自己的也是如此。在这种时候，你把十分合法的直觉性感知加以合理化而不顾。好比说，如果一个房间对你突然显得又小又挤，你更会认定这种尺寸的改变是出于想象，而房间并没变，不管你感觉如何。事实是，在此种情况下，那房间在某些主要的方面会有相当确实的改变，纵使实际的尺寸仍维持一样。这房间给你的整个心理上的冲击将以改变，而除你之外，别的人也会感觉到它的效果。它会吸引某种事件，而非另一种，并且它会改变你自己的心理结构与荷尔蒙产量。你甚至会以十分具体的方式对房间改变了的状况反应，虽然在尺寸上它的宽度或长度似乎并无改变。我告诉我们的好友约瑟在似乎这个字旁划线，因为你们的工具不会显示实质的改变。既然在这样一个房间内的工具，其自身也已经有了同样的改变。你们经常在改变你们的肉体及最密切的环境的形象、形状、轮廓与意义，虽然你们尽量忽略这些经常不断的变化。相反的，我们容许他们完全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一内在的稳定所策动，它当得起自发性与创造性，并且悟到心灵的和心理的身份感是依赖着创造性的改变。因此，我们的环境是由精细的不平衡所构成，而容许改变尽情的活动。你自己的时间结构使你误以为物质有相当的永恒性，而你对其中经常的变化视而不见。你的肉体感官尽可能地限制你只感知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实相。通常只有经由直觉的应用，以及在睡梦中，你才能知觉你自己的或任何别的意识本质上是在快乐的变化的。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在这种事情上开导你们。我们必须用那种你们至少相当熟悉的概念。在如此做时，我们因而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些个人格中，你们能与之建立某种程度的关系的那个部分。我们的环境没有止境，以你们的话来说，不会缺乏可在其中运作的空间或时间。现在，对没有合适的背景与发展的任何意识而言，这都会给他极大的压力。我们没有一个简单安适的宇宙可躲藏在内。我们对在我们所知的意识之外缘闪现的其他相当陌生的实相系统仍然保存警觉。各种不同的意识种类之多，远超过物质形象，而每一种意识皆有它自己的知觉模式，居住在它自己的知识，不论这实相被称为什么。在梦境，许多这种自由对你们而言都相当的自然。你们常为练习应用此种潜能而形成梦中环境。以后我至少会谈到一些如何认识你们自己的那些心灵记忆的方法，将它们与你们在日常物质生活中的熟练相比较。因此，由学着改变及操纵你的梦中环境，你能学着改变你的物质环境，你也能建议特定的梦，在其中看到一个你所想要的改变。而在某种条件下，这些改变随即会出现在你的物质实相中。现在你常在不知不觉中做这事。整体意识采取各种形式，它却并不需要总是在一个形式之内，并非所有的形式皆为具体的。因此，有些人格从未有身体，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进化，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也与你们的迥异。到某程度，我也曾旅游过这种的环境。可是意识必须显示自己，它不能不存在，它是非实质的，因此它必须以别的方式显示它的活性化。例如在某些系统，它形成高度整合的数学与音乐的模式，它们本身又成为对其他宇宙系统的刺激。
不过我对这些并不十分认识，不能很熟稔地谈它们。如果我的环境不是个永久性的结构，那么就如我曾告诉你们的，你们自己的环境也不是。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是经由鲁伯在通讯，那么以不同的方式，你们每个人也在与其他的人格或透过其他的人格以心电感应沟通，虽然你们对你们的成果少有所知。